你或许以为改变人生需要一个巨大的转折，一个明确的决定，或是一个彻底不同的开始。但很多时候，真正改变方向的，并不是那些看得见的行动，而是那些你开始看见自己的瞬间。那一刻，也许很安静，甚至没有任何人知道。只是你在某个情境里，突然意识到，原来我一直都是这样想的，原来我在这里总是习惯退缩，总是习惯否定自己。这样的觉察，一开始可能带着一点不舒服，甚至会让你看见一些你原本不太想面对的部分。但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，你与自己之间产生了一个新的距离。你不再完全被那些反应带走，你开始有能力去看见它们。你的大脑会在这一刻接收到一个不同的讯号。原来我可以观察自己，而不是只能成为这些反应。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转变，因为当你开始能够觉察，你就不再只是重复过去的模式。那些原本自动运作的神经路径会出现一点点的停顿，而这个停顿就是改变的空间。你不一定马上做出不同的选择，但你已经开始不再盲目的重复。这样的经验会一点一滴累积。每一次你看见自己的反应，每一次你意识到自己的念头，每一次你在情绪里多停留1秒，你的神经系统都在建立新的连结，让觉察成为一条新的路。这条路一开始很微弱，但随着你不断走过，它会慢慢变得清晰。而你会开始发现自己不再那么容易陷入同样的循环，不再那么快被情绪拉走，不再那么自动地否定自己。你开始有选择，这个选择也许很小，只是多一点理解，少一点批判，但它会在未来产生很大的差异，因为你的每一个选择都在改变你接下来会走的路。而当这些新的选择累积起来，你的人生轨迹就会慢慢转向。你可能不会立刻察觉，但在某个回头看的时刻，你会发现，你已经不在原本的位置。你不再用同样的方式看待自己，不再用同样的方式面对世界。那些曾经让你卡住的地方开始松动，那些曾经让你困住的循环开始瓦解。而这一切的开始，并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巨大的改变，而是因为你在某些时刻愿意停下来，看见自己。当你一次又一次的这样做，你其实正在做一件很深的事情。你正在重新写下你如何回应世界，如何看待自己，如何选择未来。命运不再只是被动发生，它开始在你的觉察里一点一滴被改写。而你会在某一天明白，你不是突然变成另一个人，你只是透过无数次安静却真实的看见，慢慢走出了一条不再重复过去的路，一条由你亲手书写的未来。注意力放在外在太久了，看别人的反应，看事情的结果，看世界是否如你所愿的运行。当不如预期时，你会开始怀疑，是不是自己做得不够好，是不是还少了什么条件，是不是需要再更努力一点。于是你不断向外寻找答案，试图调整行为，修正选择，让现实变得比较顺。可是在这样的过程里，你其实忽略了一个地方，那就是你内在的声音。那些在你安静时浮现的想法，那些在选择前轻轻出现的感觉，那些你曾经觉得不重要，甚至刻意忽略的讯号，它们一直都在，只是你没有停下来听。你的大脑会习惯优先处理外在的资讯，因为那是明确的、可见的，但内在的声音往往比较细微，需要你放慢才听得见。
而当你长期忽略它，你的内在与外在之间就会出现一种落差。你可能做着看起来正确的选择，却感到疲惫；你可能得到想要的结果，却没有真正的满足。因为那并不是从你内在出发的方向。当你开始愿意停下来，把注意力慢慢收回，去听那个很轻的声音，一开始你可能会有点不习惯，甚至不太确定那是不是你的声音。但只要你持续的留意，你会开始分辨出来，哪些是习惯性的想法，哪些是来自过去的防卫，而哪些是真正贴近你的感受。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种很深的自我觉察。你的神经系统会在这样的状态里慢慢稳定，因为你不再被外在拉着走，你开始回到一个比较中心的位置。当内在开始清晰，你的选择也会变得不同。你不再只是迎合期待，而是回应自己的需要。你不再只是避免错误，而是开始靠近真正想要的方向。这些改变会在外在产生回应。你会遇见更适合的关系，更贴近你的机会，更让你感到自在的节奏。不是因为世界突然改变，而是因为你不再发出矛盾的讯号。当你的内在一致，你的行动、你的选择、你的能量会自然对齐，宇宙也会更清楚地回应你，因为你终于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你会在某一刻明白，你一直在等待外在的改变，但真正的转动其实是从你愿意听见自己开始。当你开始与内在连结，你不再迷失，不再反复，不再困在同样的循环里。你只是安静地走在一条与自己一致的路上，而那条路会让世界一点一点地回应你真正的样子。你曾经那么努力地想让自己的情绪安静下来，难过的时候告诉自己不要想太多，焦虑的时候试着转移注意力，失落的时候逼自己赶快振作。你以为情绪是一种干扰，是一种让你偏离正轨的东西，所以你学会压抑，学会忽略，甚至学会对他们感到厌烦。但那些情绪从来没有真的离开，它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，藏在你的身体里，藏在你不经意的反应里，藏在你某些说不出口的疲惫里。你的大脑会记住这些被压下的感受，你的神经系统也会持续承接它们。久而久之，你会开始感觉到一种模糊的不安，却说不上来原因，因为你已经太习惯不去听他们在说什么。但情绪从来不是随机出现的，它们像是一种讯号，在你偏离自己的时候提醒你，在你忽略自己的时候呼唤你，在你勉强自己的时候拉住你。那些焦虑也许是在告诉你，你正在走一条不属于你的路。那些难过也许是在提醒你，有一部分的你没有被看见。那些愤怒也许是在为你画出界限，告诉你这里已经超过你的承受范围。但如果你只是急着让它们消失，你就会错过这些讯息。你会以为问题在于情绪本身，却没有发现它其实在带你回头。当你开始愿意停下来，不再立刻评价那些感受，而是轻轻地问自己，我现在在感觉什么？这个感觉想告诉我什么？你的内在会开始出现一种连结，你的大脑会学会一种新的方式，不是逃避，而是理解。你的神经系统也会在这样的状态里慢慢放松，因为你不再与自己的感受对抗。你开始成为那个愿意陪伴自己的人。这份陪伴会一点一滴地改变你与情绪的关系。你不再害怕它们出现，
不再急着让他们离开。你开始知道，每一种感受都有它的方向，他们不是把你拉走，而是在带你回来，回到那个更真实的你，回到那个不需要压抑、不需要伪装的地方。你会在某一刻发现，原来那些曾经让你困扰的情绪，其实一直都在引导你，引导你看见自己，理解自己，靠近自己。当你愿意这样对待他们，你的内在会慢慢变得清晰。你会知道什么适合你，什么不再需要，什么值得留下。而这份清晰会让你在外在的世界里走得更稳，不是因为你控制了情绪，而是因为你理解了他们。你会明白，你所有的感受从来不是阻碍，它们只是一次又一次，在不同的时刻，替你指出那条可以回到自己，回到内在安放之处的路。而你现在终于愿意跟着他们走回去。你可能已经习惯了用一种很严格的方式对待自己，当事情没有做好时，你会责怪；当情绪出现时，你会压抑；当结果不如预期时，你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。这些声音听起来像是在提醒你进步，但其实它们也在一点一滴地累积压力。你的大脑会把这样的内在对话当成一种环境，当这个环境充满批判，你的神经系统就会进入防备状态，开始提高警觉，开始预测风险，甚至在还没有发生问题之前，就先让你感到不安。这种不安会慢慢变成一种习惯，你会在做选择前焦虑，在表达之前退缩，在还没尝试之前，就先想象最坏的结果。你以为这是你太敏感，太容易想太多，但其实这只是你的大脑在学习如何在一个不安全的内在环境里生存，而这个环境正是你如何对待自己所形成的。当你开始慢慢改变这种对话，当你在犯错时，不再立刻责怪，而是对自己说，没关系，我可以再试一次。当你在情绪来临时，不再否定，而是轻轻地承认，我现在真的有点难受。这些看似微小的转变，其实会深深影响你的神经系统。你的大脑会接收到一个新的讯号，原来这里是安全的。这个讯号会让那些原本过度活跃的警报慢慢降低，让你的身体不再那么紧绷，让你的思绪不再那么急促。恐惧并不是突然消失，而是逐渐没有那么必要，因为你的内在不再持续释放威胁。当你对自己温柔，你其实在重建一种内在的安全感。这种安全感不是来自外在的保证，而是来自你知道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你都不会伤害自己。你不会再用批判对待自己，不会在脆弱时丢下自己，不会在失败时否定自己的价值。这样的你会让大脑放下那种过度防御的模式。你会开始发现，原本让你害怕的事情变得没有那么可怕，原本让你紧张的情境开始出现一点空间。你可以多停留1秒，多呼吸一下，多给自己一点时间。而这一点点的空间会让你有新的选择。你可以选择不再逃避，可以选择慢慢靠近，可以选择用不同的方式回应。这样的改变不会一夜之间完成，但每一次你对自己温柔，你的大脑都会记住。它会慢慢学会，不需要一直制造恐惧来保护你，因为你已经成为那个可以好好照顾自己的人。你会在某一天发现，你依然会害怕，依然会不安，但那些感觉
不再主导你，它们只是经过，而你依然稳稳地站在那里，带着一种安静的力量，走向你想去的地方。因为你已经知道，真正让你安心的，不是世界变得没有风险，而是你开始用温柔接住自己。你曾经在很多事情还没开始之前，就先替自己设下限制。这样可以吗？我做得到吗？会不会失败？会不会被否定？这些问题一开始像是在帮你评估风险，但慢慢的，它们变成一道道无形的墙，让你在还没尝试之前，就先退回原点。你的大脑会记住这样的模式，当你每一次选择保守、选择退缩，神经系统就会把缩回来当做一种安全的策略。久而久之，你会开始觉得世界本来就没有太多可能，不是因为真的没有，而是你还没允许自己靠近。而允许其实是一种很微妙的状态，它不是强迫自己勇敢，也不是逼自己改变，而是在某个瞬间，你对自己说，也许我可以试试看。这句话很轻，却会在你的内在产生很深的影响。你的大脑会接收到一个新的讯号，原来我不需要完全确定，也可以往前一步。这个讯号会开始松动那些原本固定的神经连结，让你的思考不再只停留在已知的范围。你会开始注意到更多可能，开始看见不同的选择，开始在同样的情境里有不一样的反应。这并不是因为世界突然变多了，而是因为你的大脑开始愿意为你打开新的路径。当你越是允许自己，允许不完美，允许不确定，允许尝试与犯错，你的神经系统就越不需要把你拉回熟悉的安全区。它会慢慢学会，原来未知并不等于危险。这样的学习会让你的内在变得更有弹性。你不再只走一条固定的路，你开始能够在不同的情况里调整自己。而这种弹性会直接影响你的人生轨迹。你会更愿意靠近机会，更容易接住改变，更不会因为一点不确定就停下来。你开始在行动中发现自己，在尝试中建立信任。而每一次这样的经验，都会回过头来强化你的内在，让你更相信自己是可以的。这是一个循环，也是一种扩展。你越允许，就越能行动；你越行动，就越看见可能；你越看见可能，就越愿意允许。于是你的世界一点一滴地打开，不是因为外在突然改变，而是因为你不再关闭自己。你会在某一天发现，那些曾经觉得遥远的事，开始变得可以触碰；那些曾经不敢想的可能，开始慢慢靠近。而这一切的起点，其实只是你在某个瞬间，不再对自己说不行，而是轻轻地给了自己一个空间，让生命可以往更多方向展开。期待有人可以理解你，在你脆弱的时候陪着你，在你不安的时候接住你。你希望有人看见你的努力，看见你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辛苦，甚至只是安静的在你身边，让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。可是很多时候，你等不到那样的时刻，你在情绪里，却不知道可以依靠谁。你在混乱里，只能自己撑过去。久而久之，你开始学会不去期待，学会把需要收起来，学会告诉自己，没关系，我可以自己来。这样的你，
看起来越来越独立，却也越来越孤单。因为你不是不需要被接住，你只是习惯不再伸手，而你的大脑也会慢慢记住这样的模式。它会让你在需要帮助时犹豫，在有人靠近时退缩，甚至在关系变得亲近时，不自觉地拉开距离。因为对他来说，不依赖才是安全的。但这样的安全，同时也让你与世界之间多了一层看不见的隔阂。你会觉得，好像没有人真正理解你，好像你始终站在外面。而真正的转变，往往不是从外在开始，而是你在某一刻，愿意停下来，看见自己的需要。当你在难过时，不再急着压下去，而是对自己说，我知道你现在很不容易。当你在不安时，不再责怪自己脆弱，而是轻轻地陪着那份感受。当你在疲惫时，不再逼自己撑下去，而是允许自己休息。这些看似简单的行为，其实是在做一件很深的事。你正在接住自己，你的大脑会接收到一个新的讯号。原来当我需要的时候，是有人在的，而那个人就是你自己。这份内在的支持会慢慢建立起一种稳定的安全感。你不再那么害怕表达，不再那么担心被拒绝，因为你知道，即使外在没有完全如你所愿，你也不会丢下自己。当你带着这样的状态去与世界互动时，你会开始发现，一些事情悄悄改变了。你更容易让人靠近，更容易建立连结，更容易被理解。不是因为世界突然变好了，而是因为你不再关上门。当你愿意接住自己，你就不再抗拒被接住。你开始允许支持进来，允许关系靠近，允许那些温柔的回应发生在你身上。宇宙一直在流动，一直在回应，只是过去的你没有准备好去接收，而现在的你开始松开防备，开始信任，开始愿意让自己被看见。你会在某一刻明白，你一直在等的那份理解，其实不是从外面开始的，而是从你愿意先站在自己这一边开始。当你真正接住自己，你就不再孤单，而世界也会在这样的你面前慢慢展开它的回应，一点一点的把你放进一个可以被承接的位置里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